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卡莎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它的双人路对线情况。卡莎搭配，这是萨勒芬妮。萨勒芬妮的话，这个皮肤是马年的至臻皮肤啊。我说看了一眼，怎么这么像那个寒冰艾希的那个皮肤？像大树这个英雄，真的基本上录不到他这个英雄，就没绝活哥去玩，你知道吧？主要是他看起来不是说特别强势的一个英雄。对，我最近不是那个炫神嘛，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网红啊。你们肯定知道德赛这个英雄吧？他之前这跟你讲一个故事，他说他最近出现的一个瓜，他现在已经被骂到那个退圈了，就是退出那个，就是不再发布作品啊，那些就是不再去发布这些东西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会搞成这样子？因为有个点，他就主要是在不分场合，你知道吧？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是这样，他以前就是一个玩端游的一个主播，然后呢玩端游撸啊撸的，然后在 S7还是 S6的时候，就是在中国服务器第一个上王者，然后后来呢被那个鲁本伟55开嘛，你们应该有人听到过吧？就是 S3的 RNG 的那个中单选手 White 是应该是 White， 然后我们叫他55开，为什么？他说他跟 Faker 55开嘛，然后被 Faker 打爆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55开鲁本伟，然后说这主播不错，就带着他玩嘛。后面就他的名字叫炫神嘛，然后但是大家都叫他炫狗。然后他当时后面就55开就是出事了，然后被那个说开挂的原因嘛，然后后面就禁播了。但他没有了55开怎么办呢？后来他自己慢慢摸索到了一条道路，就是大家不是喜欢的赛啊，或者说喜欢哪位选手嘛，他就要反着来。像 S13的时候 ，EDG 不是夺冠了嘛？那一年他就说ED 他就支持 DWG， 就是 Showmaker 的那个战队嘛。然后但是后来 EDG 赢了，然后他就是那种，我跟你说，真的直播的时候就像是丧失了理智一样，说出了真实的话，就是说就很垂头丧气那种。然后他后来我跟你说，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这样子的热度就比如说就唱反调嘛，是大家会觉得挺好的，就是挺搞的嘛，就是偏搞笑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人戾气都很重所以大家就会就像这种唱反调的会被矛头指向他。现在他就说什么什么的赛是什么码头就是这种各种。他在他的直播间说了，就是要他在他的视频切片上去说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就网络嘛，就有粉丝肯定就有黑粉嘛，对吧？就是台湾的话叫酸民嘛，对吧？后来出现一件事，就是有个三角洲的主播。他不是会帮粉丝去打号嘛？就是别人在 B 站给他们充会员这里的话打了起来，大树一个大招反开，那就保住了，对方回到塔下肯定打不了团那我们接着来讲故事。然后就是三角洲其实就是
抄了就是模仿了那个逃离塔科夫这种收打册的游戏嘛，但是他又融合了 Apex 那种人物，就是各有各的技能，就是综合了，就是缝合了一下。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个，哎呦，这里人马的一个大招，然后利用大招以后躲掉他的大招，这里雪人进行一个反打，萨勒芬尼的 E 技能控得很好啊，补上了控制。那后续的话，越塔是应该是越不了的了。那行，回去把第一件大件给做出来，这是关键。然后呢，就三角洲就是在国内就比较火，因为为什么不玩塔科夫呢？因为塔科夫在就是正式就是官服的话很贵 ，Steam 的话就好像外挂很多，所以大家又不会去玩那个。然后就三角洲就比较多，在中国这边。然后有一个主播是这样子的，就说充会员，然后就充会员，就是每个月有个什么上舰的那种 B 站嘛，上舰，其实就是充会员，一个月139嘛，还是199，然后就是想逼那个粉丝吧来充会员，什么要把这个会员给续上。哎呦，这德莱文 A 得很凶，还追吗？追的话，努过来，哈哈，直接留下。这德莱文也是失了智。然后后面就是当时是登着他的号，说你不充的话，他就把这个号给毁了，就是逃离塔科夫，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背包里面的那个收到的一些经典的那些什么非洲之星啊，就是那种红剑啊，就是很贵的那些啊，全部给卖了，你知道吧？就毁号，其实就是毁号行为。然后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呢，反正持续了很久了，去年年底到现在的事情。然后那个炫神就莫名其妙。觉得这又是一次机会，我又去唱反调，说什么支持人家我，然后好了，然后后面就被 B 站的骂又什么的，说那我就不在 B 站播了，我就回虎牙去播。那虎牙也就是玩三角洲的，就是在中国还是蛮火的嘛。这里大招做一个进场，好烦，就是节奏太快啊，讲故事也没办法。拿下的一个3杀，然后就是在那个什么虎牙直播，就是虎牙这个平台啊，直播的时候也被喷，就是被那个三角洲的那个主播们去说因为这个确实很可耻的，是吧？你去逼人家为你消费。那很多人，大家，而且特别是年轻人嘛，那都有一腔热血，不像就是虽然说不是说骂什么的，就是老奸巨猾这个词肯定不是说很少会指代年轻人，大部分就是活到一定年纪的老油条，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什么，然后自己去获得更多利益，去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懂了吧？就年轻人多多少少就是满腔热血的，就也知道哪些事情是对，哪些是错，而不是说不会去违背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就也是，然后后面就反正各种喷，然后反正然后就挖出那个炫神以前说的一些事情，就翻旧账了，然后把他的整个。也波及到了他的家人，说实话，这个就确实不太好。但他也是这么，他也是做了波及别人家人的事情，所以才会这么被反波及，就有点像恶人还需恶人磨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就被搞到停播，然后也不再那个了。但平台还是都有，就是会保护他。哎呦，这里的话，加里奥大招。保了一手，然后大招以后，这里大招的话，他的大招永远是拿来给对方那个人马的一个大招啊。如果吃到人马的大招，确实不好活。这里
反应特别特别快，这种就是看你的天赋啊，还有是个人操作了。如果说反应不够快什么的话，不太行，那没办法。但人家绝活哥是吧，反应又快，打得又好。他的大招啊，这样子去躲人马的大招啊，对人马来说是很难受的，因为他要开 E 技能、开大招来冲他，好不容易队友把他的那个其他逼到那个位置啊，又被他大招直接逼掉，而且还手上还捏着闪现，肯定是追不了的。最近那个英雄联盟手游就是有个 bug， 他们很多直播间，这些稍微大一点，就是说人气大一点，然后他们投资的设备比较好一点的主播，他们那个直播间还好，像很多那种实力没那么厉害的，然后就是粉丝量没那么大的，就是赚的没那么厉害的那些小主播们，我靠，他们的设备没那么好，而整体下来他们直播效果就非常非常差的，就播着播着，其实你不可能说播着播着我要去调整设备，然后他们就会很卡，就甚至会说突然出完就是在那刷新加载中。我都不知道联盟手游这波优化，它是我完全就认为它这次就是为了下个版本、下个赛季去做测试。我跟你说，就很恶心。它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暑假人多啊，暑假年轻就是小孩哥们比较多，你知道吧？什么叫小孩哥呢？就是上学那帮。因为很多在这边的没有太多的什么，就除非说啊去做一下兼职，做兼职又是感觉是那种免费劳动力，所以很多小伙子啊小朋友们，他们在暑假是很没什么事情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玩手机。因为很多家长啊，他们不是说不想陪小孩，而是他们为生活，这里的话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场，侧面没人管这个卡莎，然后大招直接追死这个人马，再把旁边的阿里给收掉，完成了一个厮杀。就在这边很多家长啊，也是要为了生计去工作啊。反正很多毛病吧，但没办法的。但说回游戏啊，它这样子就很恶心了。哇靠！你测试服人少，不过还是有个点，就是现在游戏太少人。哎呀，游戏官方啊，做游戏做得像坨屎一样。但 MOBA 类游戏的话又是英雄联盟看起来比较好玩。说实话，你要 DOTA 要是做手游，我就怀疑没有英雄联盟什么事。DOTA 要是做手游，应该不会，太投按键了。不过 DOTA 要是做手游，肯定比英雄联盟好玩，包的我跟你说。现在有好多玩英雄联盟的玩家上了年纪以后，因为英雄联盟那个 DOTA 没有那么极限的操作，但也有，只不过微操没那么多了，就是操作极限操作也有，只不过就是英雄联盟会需要更多一些，因为它对抗就是英雄之间的对抗会更多。DOTA 的话更多的是靠策略和运营。
这里做进场 W 命中，打出印记以后直接收割。那这边的话可以直接利用这次的大龙作为推进，把水晶推掉。好，那第一局的话到这了，后面还有一局比较短的，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